最近是不是被黑色星期五的各種折扣廣告轟炸了？亞馬遜、沃爾瑪各種電商平台全都在搞大促。你知道嗎？今年黑五的在線銷售額又破紀錄了，108億美元，同比增長10.2%。這個數字聽起來可能沒啥概念，換個說法就是，美國人在這一天的每1分鐘平均要在網上花掉1130萬美元。你說這得多瘋狂？但今天咱們不聊購物攻略，咱們來聊聊這個黑色星期五到底是怎麼來的。因為這個節日的歷史其實比大多數人想的要有意思得多，而且還有點黑色幽默的味道。先說說這個名字吧，黑色星期五聽起來就不太吉利，對不對？很多人第一反應可能是這跟13號星期五那種西方迷信有關係，或者跟什麼宗教有關。確實有這個說法，耶穌被釘十字架就是在星期五，13又是不吉利的數字，兩個加一塊就成了超級倒霉日。但是呢，咱們今天說的購物節黑色星期五跟這個完全沒關係。還有一個更離譜的傳說，說這個黑色星期五跟奴隸制有關，說是19世紀南方種植園主會在感恩節後的第2天以折扣價大量購買黑奴，所以叫黑色星期五。聽起來挺像那麼回事，對不對？但這完全是胡扯。這個說法在網上傳得挺廣，但歷史學家查了半天，根本找不到任何證據。黑色星期五這個詞出現的時候，美國廢除奴隸制都快100年了。那真正的黑色星期五到底是怎麼來的呢？咱們得從頭說起。首先得搞清楚一個時間點，黑色星期五是每年11月的第4個星期五，也就是感恩節後的第2天。感恩節是每年11月的第4個星期四，這是林肯總統在1863年定下來的。感恩節這天，美國人吃火雞，看橄欖球比賽，全家團聚。過完節第2天，很多人就開始準備聖誕節的採購了。這裡頭有個關鍵轉折點，就是百貨公司。19世紀末20世紀初，梅西百貨這些大型百貨公司開始贊助感恩節遊行，最有名的就是梅西百貨的感恩節大遊行，1924年就開始了，到現在都快100年了。這些遊行有個特點，就是最後壓軸出場的一定是聖誕老人。聖誕老人一出來，就意味着聖誕購物季正式開始了。慢慢就形成了一個不成文的規矩，零售商要等到感恩節之後才會開始他們的假日促銷。但是黑色星期五這個名字最早可不是商家發明的，而是警察。對，你沒聽錯，是警察。這事兒發生在費城，大概是20世紀50年代的事兒。費城的警察用這個詞來形容感恩節後第2天的噩夢般的交通狀況。你想啊，感恩節剛過完，所有人都放假，帶着孩子湧入市中心的商場，想看聖誕老人，要買聖誕禮物。偏偏那天晚上還有個陸軍和海軍的橄欖球比賽，城外的人也全都往城裡衝。街上黑壓壓一片，全是人，交通徹底癱瘓。費城的交警那天是真慘，沒有一個人能休息，全都得上街執勤，一般就是12個小時。警察樂隊的人都得去指揮交通，你能想象一個吹長號的站在十字路口揮手讓車嗎？那畫面簡直了。每個路口都得安排2個警察維持秩序，停車場外面也得增派人手，因為車位早就滿了，但還是有人騎着摩托排隊想進去，把馬路都堵死了。整個城市一片混亂，所以警察們就把這天叫做黑色星期五，意思就是這天太黑暗了，簡直要命。這個說法最早出現在記錄裡是1951年，但真正在費城流行起來是1960年代初。費城當地的報紙《費城詢問報》有個記者從警局那兒聽到這個說法，覺得特別貼切，就在報道裡用了這個詞。結果這詞越傳越廣，到1961年的時候，整個費城的人都知道黑色星期五了。但這裡有個有意思的地方，費城的商家們特別不喜歡這個名字。你想啊，黑色聽起來多不吉利，誰願意在一個叫黑色的日子裡消費啊？所以商家們想了個招，試圖把這天改名叫大星期五 （Big Friday）， 聽起來多喜慶。但是沒用，這個名字根本推不起來，人們還是習慣叫黑色星期五。到1985年的時候，這個詞還主要在費城地區使用，美國其他地方都不怎麼知道。但到了80年代末、90年代初，這個詞突然就在全美流行開了。為什麼突然就火了呢？因為零售商們發現，這個黑色其實可以換個角度理解。美國的商家記賬有個傳統，用紅筆記錄虧損，用黑筆記錄盈利。
紅色代表赤字，黑色代表盈餘。咱們中文裡說的赤字就是從這兒來的。零售商們說，你看感恩節後這一天人們瘋狂購物，我們的賬本上全都是黑色墨水，這不就是黑色星期五嗎？意思是我們終於開始賺錢了。這個解釋聽起來是不是比交通癱瘓要正面多了？於是商家們就大力推廣這個說法。但其實呢，這個賬本理論是後來才編出來的。最早關於這個解釋的記錄要到1981年才出現，比費城警察用這個詞晚了30年。不過不管怎麼說，這個正面的解釋確實讓黑色星期五這個名字變得可以接受了，商家們也就不再抵觸了。再往後就是你知道的故事了。黑色星期五從一個區域性的說法變成了全美的購物狂歡節，再從美國傳到全世界。現在不光美國過黑五，歐洲、亞洲、全球各地都在搞這個促銷。2024年全球黑五的在線銷售額達到了744億美元，這還只是線上的，線下還得加一大筆。但你要問我黑五到底是什麼時候開始變成購物節的，這個還真不好說個確切年份。它是慢慢演變的過程。20世紀初感恩節後的購物潮就已經形成了。到了50年代，費城警察給它起了這個名字。60年代這個詞開始在費城流行。80年代末90年代初傳遍全美。2000年之後，隨着電商的崛起，黑五又增加了網絡購物這一維度。2005年又出現了網絡星期一 Cyber Monday， 專門針對線上購物。現在的黑五已經不是一天了，而是一個購物季。很多商家從感恩節前一周就開始促銷，一直持續到網絡星期一，甚至更久。亞馬遜今年的促銷從11月21號就開始了，一直到12月2號，整整12天。這種時間戰線的拉長，一方面是商家想盡可能多的吸引顧客，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消費者的購物習慣變了，不再扎堆在某一天搶購。說到購物習慣的變化，這幾年最明顯的趨勢就是線上購物的爆發。今年黑五，美國線下商店的銷售額只增長了 0.7%， 有些統計甚至說是下降了 5.4%， 但線上銷售額增長了 14.6%， 這差距就很明顯了。商店客流量也在下降，今年全美商店客流量比去年降了 3.2%。中西部地區因為遭遇暴風雪，客流量直接跌了 7%。為什麼大家都轉向網購了呢？原因很簡單，方便啊。你在家躺沙發上刷手機就能買東西，還能貨比三家，折扣信息一目了然，幹嘛非得大冬天的跑商場去擠？而且今年還有個新變化，就是人工智能的應用。很多零售商的網站都加了 AI 聊天机器人，幫你找折扣、比較商品、完成結賬。數據顯示，使用了 AI 聊天機器人的零售商轉化率比沒用的高 9%。黑五當天 ，AI 驅動的在線客服使用量同比增長了 31%， 流量增長更是誇張，漲了 1800%。還有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，就是先買後付這種支付方式的興起，英文叫 Buy Now Pay Later， 簡稱 BNPL。這種方式讓你可以先把東西買回家，然後分期付款，不用交信用卡利息。今年黑五通過 BNPL 完成的交易額達到了86億美元，同比增長 8.8%。聽起來挺方便，对不对？但其實這背後反映的是美國消費者債務壓力很大。美國人的信用卡債務已經到了3萬億美元的歷史新高，很多人其實是在透支消費。從熱銷商品來看，今年黑五最受歡迎的還是電子產品、玩具、家電這些東西。玩具的平均折扣達到了 27.8%。在線玩具銷售額比10月份暴增了 622%， 電子產品的折扣是 27.4%， 電視的折扣 24.2%， 服裝 22.2%。但有意思的是，以前一直賣的挺穩的健康美容產品，今年反而下降了 7.2%。你可能會想，黑五既然這麼火，那商家肯定賺翻了吧？其實也不一定。對於大型零售商，比如亞馬遜、沃爾瑪來說，他們有規模優勢，確實能賺到錢。但對於小商家來說，黑五的價格戰壓力很大，有時候是賠本賺吆喝。而且隨着促銷期越拉越長，單日的爆發力其實在減弱。再加上很多消費者變聰明了，會提前研究哪些折扣是真優惠，哪些是假打折，商家想糊弄人也不容易了。
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趨勢就是移動端購物的統治地位。今年黑五，移動設備佔了美國零售網站流量的 80%， 通過手機完成的訂單佔 73%。這意味着，如果你的網站不針對手機優化，基本上就等於把生意拱手讓人了。年輕人更是如此 ，Z 世代的購物者 84% 認為黑五的優惠很划算，但同時也有 60% 的人承認自己買了一堆不需要的東西，花了超過233美元，事後還挺後悔。相比之下，嬰兒潮那一代人就理性多了，只有 40% 的人覺得買後悔了。從全球視角來看，黑五雖然起源於美國，但現在已經成了全球性的購物節。英國、德國、法國、瑞典，甚至中國都開始過黑五了。但各地的玩法不太一樣，比如法國和德國還搞出了網絡星期一，跟美國的黑五相对應。中国的玩法更有意思，把黑五和双11、双12連起來，变成了一個持續2個月的購物季。說到這兒，你可能會問，黑五這個節日到底好不好？從消費者角度來說，如果你確實需要買東西，黑五的折扣確實能省不少錢，尤其是電子產品這種大件。但如果你只是被廣告洗腦，買了一堆根本用不着的東西，那就完全沒必要。從商家角度來說，黑五是一年中最重要的銷售机會，能不能在這個季節賺到錢，基本上決定了全年的業績。從社會角度來說，黑五反映的其實是消費主義文化，這個東西見仁見智吧。有一個很諷刺的現象，就是黑五本來是感恩節後的購物日，但現在很多商家感恩節當天就開始營業了，員工連感恩節都沒法好好過，得去店裡加班。這引發了不少爭議，甚至有員工罷工抗議。2014年的時候，英國的黑五甚至出現了踩踏事件和打架鬥毆，場面一度失控，警察都得出動維持秩序。所以說，這個節日雖然帶來了商業繁榮，但也暴露了很多社會問題。往後看，黑五這個節日估計還會繼續演變。隨着技術的發展，可能會有更多 AI、虛擬現實這些新玩意兒融入購物體驗。支付方式也會更多樣化，先買後付可能會變得更普遍。線上線下的界限會繼續模糊，可能會出現更多的新零售模式。但不管怎麼變，黑五的核心還是那個，就是商家想盡辦法讓你掏錢，你想盡辦法省錢，雙方鬥智鬥勇，各取所需。最後說回到黑色星期五這個名字，從費城警察形容交通噩夢，到商家用來代表賬本盈利，再到現在的全球購物狂歡節，這個名字的含義已經完全變了。它不再黑暗，反而充滿了商業的活力和消費的激情。但你要說它完全是好事嗎？也不見得。畢竟過度消費、債務壓力、員工權益這些問題都是實實在在存在的。所以下次你看到黑五的廣告準備剁手的時候，不妨想一想這個節日背後的故事，想一想那些在費城街頭指揮交通累成狗的警察，想一想那些為了推銷商品絞盡腦汁的商家，想一想那些在感恩節當天還得上班的零售員工，然後再決定你是真的需要這個東西，還是只是被廣告洗腦了。好了，關於黑色星期五的歷史，今天就聊到這兒。如果你覺得有意思，可以分享給朋友。如果你今年也參加了黑五購物，歡迎在評論區說說你買了什麼，是真划算還是被套路了。記住，理性消費，量力而行，別讓黑色星期五真的變成了你錢包的黑色星期五。